Hello， 欢迎再次收看这样玩。我们今天要继续开箱哦，因为上礼拜我发现很多人他都一直在拍摄5N 的开箱，可是因为我本身是 Ioniq 的车主，我上一任是500P， 那我这一任是5N。那我在上一集想要跟大家讲的就是5N 它有多了些什么功能，尽量不要跟大家的媒体资讯是重复的。那今天我们就专程借到了 Ioniq 600P 的车主，600那一台是600，所以它有中文化哦，它也有77度的大电池，它也有改避震、改框。这个避震很特别，这个避震是我们跟厂商共同研发的，因为我发现韩国车都没有，说真的都没有真正的专车专用的避震器，包括弹簧也好，包括阻尼也好。还有会买这台车的人，很多都是有家庭需求，那有时候爸爸压力大，会有一些热血需求，所以我们还设定了一个是 Two Way， 这个避震器我觉得很棒，我测试了半年，弄了半年，终于成功了。一个 Two Way 的避震器，避震品牌叫做 EV Sport， 有分成后驱版跟4轮驱动版本，它的负重能力很强，而且它还可以维持原厂的车高。你知道我们600P 的原厂高度多高吗？3.5指，所以如果你想要更高，你可以到4指都没有问题。那未来还可以增加气压套件，原车直上，你不用再任何拆装。后面的 Air 包的部分，我们就卖个关子，走吧，我们先来看一下。首先呢，我们先看到就是600P， 那600P 的它的避震器我们来。其实它已经是3指了，已经是3指，原厂本来是 3.5， 它还可以更低，但是因为车主他本身自己也有 off-road， 他常常去山上禅修，没有啦，开玩笑的啊。反正这个部分呢，高度的部分呢，可以比原厂还要高，也可以比原厂还要低。很多改装避震器是没有办法的，升级避震器之后它是没有办法的。OK， 好，来看一下5N 的部分。5N 的部分呢，你们有没有发现？避震器的高度是跟刚刚的600P 一模一样，所以当人车上去的时候，负重能力会再往下1指多。那最主要是要跟各位讲解一件事情，就是说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就是 5N 它到底多给了我们些什么东西。以外观来讲的话，来车标，车标开始现在都变平标，而且都变消光。那接下来就是气坝，以前它会亮灯，现在它做散热。它做散热的时候，这个散热是有够夸张，你看像吹电风扇，头发都可以往上吹，很像你在拿那个洗车的风暴枪那种感觉。它这里有，然后接下来它这里还有一个自动闸门，接下来这里还有，我觉得比较棘手的是这边呢，这个是塑胶，所以它弹到一定会受伤，这个不是钢烤所以这一块塑料，它虽然是很帅的一个前下巴。一样一个侧边的包侧，那这边都是钢烤，这边都是塑胶烤漆，是很帅没有错，可是受伤，坦白讲，石头打到这台车，可能大家要包膜的几率会比较高。我说真的，好我们看一下这里，它这边确定有一个进风这里真的有做导风口，所以这不是假的这是真的有在用。我要特别讲一下，这是霹雳，而且它的尺寸是275、35、21，原厂就给你21，21的锻造框，还不是普通的框，锻造框。然后特别注意一下，我敲这个声音，有没有发现这个东西它是塑胶，它就是节能盖，所以其实把这个后面摸得到螺丝拆下来之后，其实这一组框其实就变成派大星的感觉。把这个节能盖拆下来之后，变成1个线条、2个线条、3个线条、4个线条、5个线条，其实它就变成派大星的框。记得这是节能盖这一台标配了275、35、21，所以它的路感非常直接。那我觉得它其实在行驶上的时候比较直接的路感，我是比较习惯啦。可是你否家庭用的话，你可能会觉得不舒服。然后它的这个 N 的部分 ，N 卡钳4活塞，我必须要讲啦。它虽然先给你的一个是通风的一个设计，最新的一个通风设计它这是浮动碟这是浮动碟，但是刹车皮可能要换，因为我们实际在开比较热血的时候，坦白讲刹车还是第一下有，第二下就没有了。对 ，OK， 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轮拱，这个轮拱你记不记得？这个轮拱你记不记得，在 Ioniq 的600、500甚至 P 版500P、600P
我们这边是银色的消光，很多人都不小心，因为轴距3米，后轮的轮拱都擦伤。以前我们的小车头过身就过，现在这一台是头过肚子过，屁股不一定会过，所以我们都特别看一下。好，接下来看到这里，你看到这个 N 的性能标，就代表它是 Hyundai 的 N 部门。那宾士是什么 ？AMG 部门。BMW 是什么 ？M-Power。所以就是以此类推，它一样做一个导风设计。导风设计为什么？增加散热。我觉得它这次设计真的很不错。它全车的焊点增加了40几个点，所以我在开的时候，觉得非常扎实平稳。而且下面的底盘支架变成铝合金的。我特别要讲一下这边我们的600或500 Ioniq 的部分，以前这边是有一个横板，所以有时候雨水下来的时候，这边都会积水、积泥沙。现在它已经改良这个设计了，完全没有。我特别要跟大家讲一下，我们这一台车啊，其实在国外的版本啊，这4个弹跳手把，应该是全车系都有，但是台湾就拔掉。最新的现行款把手会自动弹跳出来的有什么版本 ？Ioniq 的部分是400，中间的600现在还没有。还有600P 也会弹手把，还有 N 也会弹手把，这个套件好不好改？不好改。所以我在想啊，你们有没有看到这里都没有灯具嘛？所以没有灯具的时候，它是不是开孔它一样开在那里？所以这边手放在这里，感受得到冷气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就一直在想，这是排水设计吗？还是不想要让车子太密封？还是单纯只是一个灯泡被偷掉了，所以它就绕红？我叫你摸摸看。有没有凉凉的？有没有凉凉的？好扯哦！对，这个就是凉感手把了，通风手把，顶规。对，好，来我们打开咯。之前比较诟病的就是我们后面的车门都关不起来，比较不好关的是右侧。左边我们来试一下。好，我们用力的上去了，走吧。我们来这边，我们来试试看这边好不好？好不好关咯？变超好关的，这个真的棒棒棒。OK， 现在我自己超喜欢这个后座的。Ioniq 的后座一直都让我觉得很舒服。我们开一下天窗，有没有觉得高级？好，前面的这个坐姿啊，还没有调整到我自己的驾驶姿态，因为它是标配同椅，所以它标配同椅的情况下，它其实可以更往前一点点。那我们来试一下我183的拳头，2个。那如果是我的驾驶姿态模式，我会再往前推，所以至少可以2个拳头到2个拳头半，我相信是没有问题的。然后车子的部分呢、你看到这里车顶嘛，因为我比较高，所以记不记得我们之前拍 Model Y 的时候，我就很容易跳动。那这时候我就往前拉，往前拉之后，好，你看哦，还有留一个空间，我可以往后躺，有看到吗？觉得舒不舒服？这种感觉是超舒服的。对，好，我们往后。全国联设计，但是这胶膜我就先不拆了，让我想一下办法，要不然有洁癖的人老是觉得这边汤啦。然后接下来这边有2个 Type C， 好，可是就没有之前的置物孔，这边一样会有 LED 灯哦。这一台车每一个地方都是 LED 灯的，好，一样会做一个挂钩，挂钩在这里，让你挂基本的东西衣物，其实就是挂钩衣架啊，把手。好，来看一下遮阳帘。有没有高级？虽然不是电动，但是至少它有手动，都给你了。它一样这一块一样这一块是做儿童保护设计。其实说真的啦，就是你的轮拱啦，因为你玻璃一大片嘛，你往下降的时候就卡到后轮拱。其实这个也是轮拱的设计也会影响。那说好听一点就是安全设计。好，我们现在把它升起来，看一下它会变多黑。我们接下来把遮阳帘放下来。放下来，轻轻放掉，再升起来。这一台车5N整个手把都黑化了，机械拉门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一件事。Tesla 有一些车种就没办法做机械拉门，比较让人家会担心害怕的是车祸的时候它会不会自动弹手把，或者是里面的人有没有办法拉它，然后逃生出去。如果你现在是 Tesla 按键式的，如果你断电了怎么办？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？你的门就开不了。而且小朋友也没有办法从这里拉安全绳索啊。Tesla 的安全绳索在音箱后面 ，Model 3、Model Y 应该都是一样的。好，这一台车还有后座加热，来看一下这里。好，一样2段，而且左边的门跟右边的门有各一个，非常好。
记不记得这边是双层隔音玻璃，真是诚意满满。还记不记得我有拍过一集，我找韩国代购，把4个窗户全部都改成原厂双层隔音玻璃。记得要优化风切声，高速公路的风切声，双层玻璃唯一的解答。不管你做任何的隔音质证，那都只是做一半而已。只要再加上双层隔音玻璃，真的是完美。一个是遮阳帘，一个是双层隔音玻璃。比较可惜的是你看到这里这里是同椅的设计，所以同椅的重心都比较低，所以我的脚其实是插不进去的，如果是其他的电动椅，这里都比较高，所以我才可以把脚滑进去。这一台没办法，因为它前面是同椅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看到腿的部分呢，我必须要讲这个椅面呢，是感觉有点短。你有没有发现我的腿隆起来了？高度这里，所以我可能腿要开一点，或者是我往前坐，包含我这边拉的腿靠，对不对？它可以做到6式滑椅，6式分离滑椅。然后接下来我就往后躺，这样就舒服多了。然后舒服多之后，腿就可以开一点，但是就真的比较可惜啦，那个脚部空间真的就没有办法像之前一样延伸。对，你有没有看到这边还有一个 N 的名牌，一样像素，我现在真的还蛮喜欢这个。然后接下来侧裙，因为有这个侧裙的关系，有一好没两好，帅就是要付出代价。你看我183腿那么长了，我脚滑不到地耶，我碰不到地，有没有？所以我出去的时候其实很吃力的，大腿力道在这里。那比较龟毛的人，像我，比较龟毛，我就会扶着这里撑起来。老人、长辈、小孩，谁管你啊？踩了就走了，好不好？他可能踩这里当阶梯下去了。我之前Tesla改大包的时候，我妈踩着侧裙，然后你就听到啪一声，然后我在前面，长辈你也不敢生气，然后但是我跟你讲，连睡的犹豫时间都没有，直接凉掉，那个从背后就凉上来，发麻。它所有的门板一样听说这一条是玉米做的，可是这玉米做的真的是很麻烦，对，很环保没错。但是你这里用玉米做的时候，你安全带会打到。我们真的有时候不小心这一台设计我觉得最失败之一就是安全带，安全带就扣，不然就是它没有自动卷回去的时候，安全带的金属扣还在这里的时候，乘客又拉上门或关上门的时候，不好意思给你看一下悲剧重演，有没有看到？安全带的金属扣就在这里，这一条不好意思，这一条看似简单，7、8千块跑不掉，吓死人了！7、8千块，这是纸做的，玉米做的，纸做的，你说它有多环保？不好意思这时候我觉得还是不要环保好了。我们来示范一下帅气的上同椅，因为它没有自动电动椅的关系，它这个同椅没有标配电动，所以你上去的时候基本上你下车的时候啦，你自己会往后退。有一个，如果是电动椅，它就有一个欢迎进出模式嘛，记不记得？但是因为你没有，所以你就是手动欢迎你自己进出模式。通常我都是往后拉啦，然后接着上去的时候比较 OK， 有没有？大家都很害怕去挤压到这一块，挤压到这一块之后，他们会觉得有皱褶不好看。所以你会发现我胯脚很大，然后我的支撑点在哪里？我的支撑点会在这里的椅背，或者是你要扶一下，但因为它这边上面的把手偷掉了，也没给。好，我们再撑着进来，撑着进来之后，脚跨上来了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拉，好拉 ，OK。但是下去的时候真的很麻烦，往后退，然后撑住。扶着，这样一定会挤到啊。对，所以你看挤到的时候，我们故意都把脚跨在这个地方，凹下去的地方，然后我们手撑起来。我撑起来，我抓哪里？抓这里的侧边的椅背。它这边呢，所有的按键呢，通通都回来了，5颗星全满。以前买宾士的时候，它也是，你这里有几颗星呢？好，充电盖。然后接下来是后车厢，接下来是循迹防滑 ，Auto Hold， 然后手刹车解除器。好，这边的部分是大灯的高低，那一样这边有一个50台交车，磁板这边磁铁板一样都在，都在。
有没有？限量的哦，这个是限量的，不过限量给我这个，我觉得为什么你不给我大陆官方的安全帽，还有下赛道体验？干脆给一块纯金的。你给我这干嘛？我也不认识这个人啊，他签名签多帅，我也不认识他。一样，前面一键到底，但是后面没有一键到底，前面2个资源一键到底，然后后照镜收折，记不记得600P 或者是500，我们打 R 档的时候去切换 L 或 R， 我们的后照镜会收折，往下折。不好意思，这一台拔掉了，没有给你，所以我觉得他也不知道在想什么。好，打 R 档都没有办法。好，一样电子儿童锁没有分左右侧，按下去后面就没有办法开窗开锁。还有通风椅，就是爽。方向盘加热也有，但是我们不要自虐，真的还蛮温暖的。后座也有标配加热，前面也有加热，你总不可能又加热又通风吧？我们台湾一定是台中一定都是4季都通风啦，对不对？它这个通风椅凉到你的椅背都会凉，不是屁股而已哦，是连背，你的背很重要，背3字真的凉。好，按 OK，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，来。我打右边方向灯，好，我在这个模式里面，你有没有发现我的盲点影像特别的大颗？我记录 N Power 系列，有没有发现我的盲点显影区块变超小？有没有差很多？有没有？这次的资讯链有够多，胎压、旅程、电脑、充电后目前的旅途。好，接下来 G 值是跑力宝赛道在用的哦，这中间的红色点点会到处移动。单圈计时，好，接下来马达前后温度，有没有发现马达前后温度其实我觉得很不错，都保持得很好。然后接下来这个是回充，好，就是看你的前后输出，前轮回充、后轮回充，它都会有工作数据。好，接下来是胎压，不过因为我们现在在拍片，胎压必须要开一阵子才会出现。我们现在进入 N 模式 ，N 模式的时候就会有前后的一个马达温度，然后电池温度，那它一样会做一个指针的部分。刚刚来我们启闭开动的时候啊，来看一下哦。来，我们启闭开动的时候，这是普通模式。接下来我跳到 N 模式，好，来，有没有很帅？红色的速度指针，还有红色的火焰。然后接下来右边的部分呢，通常开这台车有没有看到我的耗能？3点多，谁管它啊？这台是性能车我根本就不需要注意长续航。好，看到右边的部分呢？这里有没有看到马达、方向盘、电子避震器？所以这个就是马达的强弱，总共有4段。接下来是方向盘的重手，有3段；避震器的软硬有3段。好，这边你们会看到这个方向盘非常的战斗，有加热方向盘，但是台中应该真的有点难了，除非霸王级寒流来一样很好握，变细了，而且它说真的啦 ，Kia 跟那个 Ioniq 的方向盘有时候你们不仔细看都觉得像货车，真的很像货车，不好看。然后它左右的位置对调了。新款的，其实它就跟宾士一样，车道之中啊、跟车啊、间距啊、目录列啊、车道偏移维持、车距都调整到这里。接电话跟拨电话，还有声控，还有 Model 键跟你的星号键，这都快捷键。之前有提过，这2个快捷键没有办法有任何的动态选项，就是一般的电子，可能宁静度、录影模式之类的。然后左边的部分 Drive Model 一样有3种可以做选择平常的部分就是选择你自己要的 NGB 10秒内输出增压模式。好，仔细看一下，看这里，好 ，Ready Go， 然后踩下去油门的，它就算10秒，会有10秒，这边会有个计量表，会有10秒。但是我们现在在拍片，我们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，所以我们把它关掉。OK， 关掉就 off 它。上一支影片有提到，连结一样放在下面。5N 的车主一定要看，这是操作小秘技。这里有抬头显示器，投影在空气中。这一种的款式玻璃会比较便宜。这一次的中置音响真的回来了，所以它声音品质真的比较好。中间这个中控软质塑胶，风口一样左右，方向灯在这里。好，它一样是之前的那一块萤幕粗框的，
这坦白讲，粗框就是没有那么帅啊。其他 B&W 或者是 LG OLED 的萤幕都是薄框啦，都是细框啊。设定的部分，请看上一支影片哦，因为这功能真的太多了。恭喜各位 Ioniq 5N 终于有实现冷气自由的设定了，不需要靠 APP， 只需要在这里按下下次出发排程。有没有看到这里？我都已经设好冷气了。出门的时间就是冷气给它吹蕊，然后周一到周五设定一种，然后接下来我可能上下班时间出门，我就会设定这2个。时间一到，不用插电就可以直接放冷气，真的超舒服、超开心。按键重新排列之后，你要重新学习设定。那它的摄影机以前在这里，以前这里有个摄影机消失了。那重置键，这个是主机重置键。所以我们都会准备一个螺丝起子，小的螺丝起子在这里戳一下它，或回纹针也可以。只要这个主机宕机，你就是戳它。然后我觉得你看一下这个中控台，这个中传以前可以滑影嘛，摄影机现在在这里，按下去之后，萤幕就跳出来了，有没有？萤幕跳出来之外不打紧，居然上面还有时间，这真的很贴心的，还有时间。好，很多的镜头切换，我真的很喜欢他们这个环境。坦白说，真的很厉害啦。可是比较可惜的是，我是白车，你一样给我蓝色的哦，我就受不了，真的。好，这边一样都可以快速切换你的标准线啊、警告线什么之类的。这只手机是 Pro Max， 这只手机是一般的 Pro， 那丢进去一样充得到电。iBus 它这边可以做2个切换，纯充电、单纯充电，或者是有进入这一支装置，可能是你的手机，可能是我们现在这 iBus 哦，看多媒体用的哦。这边记得要做切换，然后左右都有2个 Type C。你有没有发现呢？灯号不一样，左边是橘色，右边是白色。但是如果你切成纯充电，2个都是白色，用心啊！韩国车这里真的用心啊！这个软垫是可以拆的，好，这个如果你有洁癖，你就是要拆起来整理。好，我们把它压回去，我们不要拆，因为我有洁癖。这里就全黑化，那一样是做软质塑胶，有比较硬一点啊，但是一般人不会去捏这里嘛。你有没有看到这里？这里都有软垫。好，我们左右侧都有各一个。为什么？下赛道的时候，大腿要靠在这里做支撑，你的身体才不会晃动。靠在这里有没有？因为我们腿长的人哈，其实中传设计哈，其实悬空的是比较舒服。但是如果你有中传，你有固定中传，你一定要有软垫。要不然你靠在这里，其实你的脚会痛。哦，这个部分是因为下赛道它多了这一块，甚至很多人都去买这一块自己回来贴。我觉得很棒的地方是，你看哦 ，Type C 在这里，那全车 Type C 就可以支援我们摄影师很多的配件哦，我要充电都非常方便。然后12V 180瓦，然后接下来是杯架，反正这个可以弹出来嘛，推进去，哦，一样可以放你的手机置物架。如果假设你有2只手机，放在这里这样就好了，对不对？也是非常方便好用。收回来，上面有箭头，所以有一个防呆，收回来。哦，比较可惜的是，有一好没2好，杯架放在这里很 OK， 可是它这里置物空间就牺牲掉嘛。这里啊这一块哈，手肘放这，因为每个人的手的长度不一样，坐姿的深浅度不一样，手背的长度不一样，所以我可以往前滑。好，这边有个按键，按住它，往前抽插。好，没事。我的抽插跟你们的抽插不一样。桶身可以放很多东西，对，放超多东西，满满的啊，遥控器啊、卡夹啊，什么都有。哦，柔赖把、名片啊，这些都有了。好，放回去。我们先下来，没有自动亮灯，但是一样有卡片夹，也是改 LED 灯的，之前没有。那一样可以先下来。有一些欧系车哈，一打开镜子这边就会亮灯，当然有好有坏啦，所以我觉得也不一定说什么东西比较好啦。跟大家讲一个小知识，拉出来之后它可以延长，有没有发现？它可以伸缩跟延长，不是每一台车都可以这样哦。好，这是触控灯哦，一样触控灯，高级车才有。
其实说真的啦，他们挖兰宝坚尼跟奥迪的设计师把这个做得很好哦。整个环形灯只有600P、500P 有这个环形灯，还有 N 版有，其他车都没有。有没有中间这一条？哦，就也很奇怪啊，明明这就是总成，为什么500跟600中间那个级距就废掉这个，就莫名其妙啊。好。这个前面呢完全没有任何置物空间。你们看到那个黑色的箱子，它就是声浪模拟器，它是针对前车车头。那我们后面的部分一样配 BOSS 的低音，也会有声浪模拟器，但是它这个声浪模拟器是在后保杆。Ioniq 的 Performance 版，它的后保杆是中空的，可是在5N 上面，它就是会有声浪模拟器。另外一边银色看到的，它就是电气马达，这次真的变比较大颗，所以整个引擎盖、前盖的部分，其实它都重新再做一次设计跟配置。很可惜啊，这次大灯一样没有给你矩阵，没有智慧头灯，但是它有自动远近光，自动远近光的软体修正的非常好，所以其实在有路灯的情况下，它一样会做自动切换。我觉得比上几代的版本好很多。它的车头灯的部分也做了涂层的黑化。所以它一样加入了 Piezo 的元素，我觉得这是让我蛮惊艳的一件事情，很漂亮，很好看。我现在在用手排的模式。好了，我现在要调到 N 最强模式，所以我的马力输出这些都会达到一个最大值。方向盘也调到最硬的重手，它越开越重手。那现在就是悬吊。然后 N1 Shift 我现在设定在这里，没声音了，有没有？然后再点一下进入 N1 Shift， 然后手拨片，右边按2下，一样会自动切回来，自动退进档。那我们左右边各按一下，就变成手动，有没有听到声音？现在有照相机，不能太快。转了，断油有没有？它断油其实是就像手排车一样，给你断掉，转速太高给你断掉。实际上它的表这个东西是假象啦，咱速度早就上去了。听到这种回火声，这真的是电车跟油车结合在一起很曼妙的地方。有没有听到？这个感觉真好。电动车开了那么久，凝聚了那么多年。车室内宁静了那么多年，其实有时候难免还会想要热血，但是热血的时候，你就没有办法知道什么时候这台车子它的力量、它的 power 什么时候会推进，什么时候会往前弹。这个是电动车最麻烦的地方，我没有办法知道我的力量什么时候在几分几秒的时候输出推进。我要超车的时候，我就抓不好车子的距离。享受一下，这时候降档，叭叭叭叭叭叭叭，那个顿挫感，哇，这种感觉真是太舒服了，难以言喻，就一切尽在不言中。就很爽啊，只有一个字就爽啊，你懂吗？好啊，如果我们突然想要安静，因为毕竟有时候模拟声浪很吵嘛，我一个键静悄悄，你看现在完全没有这种声音了。这不是特效哦。
对，这完全没有声音，不是我们现在关静音嘞。好，我再进入手排哦 ，N 的模式 E Shift， 好，我把它切回来。好，再进入手排模式。哇，这种感觉。消耗程度会不会很高？一定的。21寸，一想到就好心痛。4条胎4万块，不止啊，快5万了，快5万。一条12000好了，4条，天哪，对啊。前面隧道来咯。这一台 Ioniq 5N 开到现在，就像上一次影片一样，我给到95分，非常高分。其实买了电动车之后，特斯拉总是定义电动车总是要安安静静，它没有灵魂，没有声浪，但是你实际上开到的是车子的本质。你想要热血的时候又过度安静，可是这一台电动车它注入了燃油车的灵魂，等于是油电双修，我觉得是很厉害的一件事情。而且它每一个降档、升档、回火、补油、模拟顿挫都真的非常非常像双离合去 VAG 这种车款。Hyundai 这一次诚意满满，说真的很棒。第一次引进一个那么贵的车，打破所有人的眼睛跟眼界。或许他也是想说，我这引进这260万，我证明我自己可以做到260万的车子。可是说真的，电车真的还是需要有智慧的联网，因为毕竟你上到260万了。OK。有什么问题，欢迎加入群组，订阅我们。那下面也会有我们所有的开发的电车避震器，还有我们的转接头、充电产品，要买什么，基本上进来问问我们，就不会踩到雷。再见喽，拜拜。5N 它已经修正刹车的 iPadO 的闪灯频率。我们等一下我会直接往前开，果酱会在我的身后。我等一下，所有的电门踩踏都是非常非常的柔和，不会像之前一样 iPadO 一样一次放开全亮，是有点顿挫放开，顿挫放开。OK， 我现在踩电门，踩，放开，踩，放开。你看哦，我是轻轻放掉哦，超级轻盈的放掉哦，就马上亮灯了。我并没有很用力的把它放掉，我只是轻轻的把电门放掉，它就亮灯咯。以前是要整个放掉，放到人整个都会晕眩，不舒服。